在海底猎鱼可能是渔民最疯狂的一种捕鱼工作。突然间，一条5斤左右的鱼货从海草里窜了出来，扣动扳机的一瞬间，直接贯穿了鱼儿的身体。被惊吓到的鱼儿不断的向前逃窜，拖着鱼线呼呼作响。无论鱼儿怎么逃窜，也无法逃脱鱼枪上的定位系统。渔民立马放下鱼枪，向着鱼儿的方向游了过去。抓回来的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小，这条鱼至少也有10斤重。鱼枪直接贯穿鱼的头部。今天狩猎并没有结束，而是刚刚开始。在海底巨大的岩石中寻找鱼货，海底狩猎鱼货是极其危险的。温馨提示：专业动作请勿模仿。成群的海鱼向着渔民游了过来，这些只有2-3斤的鱼货，并不是渔民狩猎的对象。岩石在海底形成一幅漂亮的风景线，穿过礁石，一条庞大的身躯直接闯入了渔民的枪口下。鱼儿并没有感受到危险的来临，下一秒，鱼儿直接被箭矢贯穿了身体，挣扎了几下后直接倒地不起。猎鱼看起来有点残忍，但在巨大利益的面前，很多人都不会在乎这些。箭矢直接从鱼的头部贯穿了整个身体，收获到的鱼儿没有10斤也有7-8斤。穿过礁石后来到了下方，在岩石的下方躲藏着大量的小鱼，在前方一片蔚蓝的颜色是深海区域。继续沿着岩石向着下方游去，鱼枪正在搜寻这片海域的渔获。长时间在海底浸泡的石头已经长满了海草，前方一道身影引起了渔民的注意，立马调转枪头，向着鱼儿游泳的方向游去，在岩石前方等待着鱼儿靠近。果然不出渔民所料，直接游进鱼枪射程的范围内。鱼儿对这种未知的生物反而感到好奇，向着渔民的枪口靠近。渔民扣动扳机的一瞬间，直接结束了鱼儿的余生。鱼儿心想都不知道咋回事，就直接被带走了。渔民放下鱼枪后，将海底的鱼捡了上来，一条体型不错的鲷鱼。鲷鱼最终以好奇心结束了自己的余生。整理好鱼货后，继续拿着鱼枪在海底岩石里寻找鱼货。在这并没有太多资源的海底里猎鱼，完全靠运气。前方一条较大的海鱼引起小哥的注意，由于距离太远了，只能一边靠近一边观察附近是否有鱼货出现。海底的石头每一块都非常巨大，海底的礁石由于地壳的运动和环境的影响，在这片海域里形成了大量的岩石。礁石为鱼儿提供了很好的庇护所，也是渔民在海底猎鱼的最佳位置。前方几条体型不错的鱼儿进入了鱼枪的射程范围内，越过挡住视线的礁石后，体型更大的鱼儿瞬间映入眼帘。最终小哥选择了前方体型较大的鱼儿作为狩猎的对象，瞄准过后立马扣下扳机，箭矢瞬间穿透鱼儿的身体，挣扎没几下后就被小哥给拿捏住了。箭矢直接从尾部穿透整个身体。从鱼的体积目测，这条鱼至少也有10斤，但这里的1斤就有100克，毕竟在海底里，水的浮力会让鱼儿减少地球引力的作用。此时一群不大不小的鱼儿闯入了渔民的枪口下，鱼群中的鱼儿警惕性都非常高，一旦感受到风吹草动，都会快速的做出反应。但这些只有几斤重的鱼儿并不是渔民狩猎的对象。很快在前方礁石的下方，一道黑色的阴影引起了小哥的注意，缓慢地向着前方靠近，到达鱼枪射程范围内。扣动扳机后，一条体型庞大的石斑鱼就到手了。这条10几斤的石斑鱼价值就好几千。随后向着礁石裂缝处游去，海底的美景也是让人流连忘返。风景只能用来欣赏，海底的渔获才是渔民主要经济的来源。在礁石之间竟然闯出一颗巨大的头颅，小哥丝毫没有犹豫，直接扣下扳机。啪的一声，箭矢瞬间从鱼的头部穿透身体，巨大的鲷鱼只能利用鱼力不断的向前逃跑，最终还是没逃出渔民的手掌心。处理好渔获后，继续潜下水寻找渔获。前方一群不大不小的鱼儿正在觅食，也预示着附近必定有较大的渔获。在较大的礁石下方寻找无果后，调转枪头继续向前寻找，来到了许多礁石包围圈中。海底的蓝颜色在巨型礁石的衬托下，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。突然间，一条体型不错的鱼儿从下方游了上来。这条鱼儿不出意外，很快就会出意外。小哥放下鱼枪后，把狩猎的鱼儿拉了上来。又是一条体型不错的青铜鲷，在礁石的下方寻找毫无结果后，便向着上方游去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海底呈现了波光粼粼的景象。随后又向着礁石的下方游去。随着枪头的转移，在礁石的上方，一群小鱼自由自在的游泳。紧接着，一群体型较大的鱼儿便开始从下方游了上来。小哥选择了最下方最大的一条鱼儿作为狩猎的对象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等待鱼儿足够靠近后，便立马扣下扳机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所有的鱼儿瞬间消失不见，只有狩猎到的鱼儿被鱼枪上的绳索牢牢地控制住。又是一条体型不错的鲷鱼。这时小哥已经顺利收获到了8条不错的海鱼，但也满足不了小哥继续在海底寻找鱼获。
在礁石的上方寻找无果后，开始向着下方游去。一条体型不错的鲷鱼又进入了小哥的法眼，鲷鱼并没有游开，反而鱼枪引起他的好奇心，调转头来向着鱼枪靠近。正是这个好奇心结束了鱼儿的余生。小哥在最佳的时机扣动了鱼枪的开关，紧接着小哥选择了守株待兔。前方一条鱼儿毫无征兆地向着小哥靠近，身后跟着许多的小弟。作为带头的大哥，毫无征兆的就直接被带走了。挣扎没几下后，便被渔民收入囊中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